我也曾怠慢了时光，日子过得跌跌撞撞，甚至鲁莽到视死如归。直到遇见你，我才渴望长命百岁。无奈岁月蹉跎，情耗尽，他将陌路，我依然。然而我明白，爱情本就是一件宁缺毋滥的事，急不得的。以前喜欢一个人，现在习惯一个人。有爱情便全心对待，没有爱情也一个人惬意。某天晚上坐在电脑前放空，无聊犯困，拿起手机刷了刷朋友圈，发现了一只矫情狗又在犯矫情。矫情狗写道：每一个嘴上说不恋爱的人，心里都装着一个不可能得到的人吧。发送出去之后，自己还评论了一句：爱而不得，总是那么伤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跑去打趣他说：喂，小妞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忘不了他吗？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一头雾水。这是什么梗啊？你说他又是谁啊？他故作疑惑地问道。除了 C 先生，还能有谁呢？我回道。尘封已久的名字，此刻又看见。我不知道此刻他的心中是否还有波澜。没想到他依旧是故作轻松的回复：哪有，我只是随便发一个朋友圈而已，是你想太多了。嘿，当年宿舍6剑客啊，如今都各有归属，只剩你一个人啦。我们都希望你是真的在心里放下了他，赶紧找一个合适的人过日子。瞧瞧你，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，不该被耗着呀。我明白，只是爱情急不得嘛。以前我是很喜欢他呀，只不过现在我习惯了自己一个人。都说了，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的，也许哪天转角我就遇见了呀。他笑得没心没肺，手机这头的我也莫名的在心里为他感慨一番。是啊，人往往会被一幕幕的往事勾起一阵阵的伤心。可能真的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忘，只是忘不了；有些情不是不想放，只是放不下；有一些伤也不是不会愈合，只是要看时间的长久。有些人表面装作没心没肺，其实只是掏心掏肺后的故作坚强。有些人表面装作无所谓，其实只是想明白了，谁也不是谁的谁。爱太过认真，只会伤得太深。爱而不得的人，永远都不是最好的。好在有些人，即便又想起了他，也不再有逃避的无力感。从前喜欢他，为他的乐而乐，为他的愁而愁。现在你的世界里早已经没有了他，不再怨他，欺骗他，也不再执着于为什么他会突然离开我。你只是会偶尔的感叹一番，你早已经习惯了一个人。故事当中的他与他上同一所大学，学校主打的是外语专业，而他读的却是中文系。大一开始他就立志学好英语，所以经常会去旁听英语课，而男生就在那个班。跟男生在一起是大一下半个学期。曾经女孩问过他，是何时发现喜欢上我的？男孩说，有一次上影视英语课啊，老师播放了电影《飞屋环游记》，你看得特别认真，脸上也一直挂着幸福的微笑。那个时候不禁让我心里一阵悸动。我想从那个时候起，
我就一直偷偷地观察你，然后就尝试着接近你了。其实女孩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他的，是他第一次陪他练口语，第一次在操场唱情非得已给他听吗？亦或是那一次试探性的勾起了他的小指头？不得而知，重要的是他们在一起了。大一到大3的3年里，他的生活里一直都有他，他们时刻的腻歪在一起。旁观者也经常打趣他，你呀，真的是恨不得每天有25个小时跟他待在一起。是啊，遇到了他，原本独立的他学会了撒娇依赖。男孩总说父母有意安排他出国，但舍不得他，所以不会走的。男孩也总说他是他的精神动力，想和他有美好的未来。那时候的女孩啊，以为爱情会永远简单，不会有伤害。后来她才懂得张小娴的那句话真正的含义：深情是我承担不起的重担，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。临近大4，他毫无征兆地说要出国了，归期不定。女孩问，你不是不打算出国的吗？如果非得去的话，那我等你回来。男孩说，不要，我怕耽误了你。女孩说，没关系啊，我真的可以等的。可笑的是，最后男孩居然说出了实情。他家人反对他们在一起，理由是他的颜值不高，家境一般，而他选择听从父母的安排。他要的门当户对他给不了，所以走的那天他没有去送他。他独自一人在操场坐了一天，不哭也不闹。手机循环播放着 S.H.E 的天灰。我的天空今天有点灰，我的心是一个落叶的季节，我不知道如何度过今夜，所有的灯早已经全部熄灭。那个时候的女孩告诉我们啊，想到以后的世界里没有了他，整个人就感觉被恐惧感包围着。本以为会永不分离，没想到最后却变成了各奔东西。本以为会一起白头偕老，没想到最后却变成了各自安好。令人最心痛的是啊，那么用心爱他，可是他的未来里却没有你的位置。当你习惯了他的时刻陪伴之后，他却丢下了你，再也不回头。分开的日子里，女孩开始害怕一个人独处，害怕想起他，总觉得没有了他，形单影只，看起来很可怜，很丢脸。于是她把对他的依赖转移到了我们的身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人陪着。可是聚散终有时，她还是不可避免的要去面对没有人陪伴的生活。毕业之后，大家都忙于工作和恋爱，甚少相聚，所以一个人的日子，孤独感总是会在某些时刻如期而至，折腾的自己疲惫不堪。后来看到这样一句话，虽然偶尔的会想起你，但是一个人其实也很好，不过是寂寞了没人拥抱，孤单时没人依靠。于是不禁扪心自问啊，没有他真的有那么可怜吗？好像也并没有。平日里你一个人发呆，你一个人吃饭，你受伤了自己擦药，有了困难自己解决，流泪自己抹干，更多时候是正常的平淡，
寂寞，却也还算满足。慢慢的，你就会学着戒掉对他的想念，戒掉等别人陪的依赖。你开始关注被你冷落的朋友圈，去回复那些一直忽略的消息，开始尝试去做不同的事情，比如你一个人去旅行。是的，后来女孩辞去了工作，开始背包旅行，在休闲的成都里游荡，在静谧的洱海发呆，在远离人烟的高原深山里徒步。她明白，一个人要独立面对很多事情，她也真的做到了。后来她告诉我们，她似乎爱上了那种状态，自由随性，不再把时间浪费在等待上，习惯一个人心血来潮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事情。向前走吧，别怕一个人，风太狠，人像风筝，需要蓝天还有命运之神，把往事搞丢的人能找到新的完整。谢谢你光临我的梦，似乎我们都是一个人。就算剩下了一个我也快乐地问，明天好吗？想一想，一个人能做到如此豁达，也算是知足了吧。我们也曾怠慢了时光，把日子过得跌跌撞撞，甚至鲁莽到视死如归。直到遇见一个人，我们才渴望长命百岁。无奈岁月蹉跎，情耗尽，他将陌路，我依然。然而我们需要明白，爱情本应该就是一件宁缺毋滥的事情，急不来的。以前喜欢一个人，现在习惯一个人。以前很喜欢他，总会幻想他会不会突然的出现，彼此相视而笑，挥手寒暄，道声好久不见，然后坐着聊聊天。现在习惯一个人，深知彼此回不到从前，时间在走，我们都在变。想见的那张熟悉的脸，估计只剩下怀念。再见，或许已经不懂怎么再去聊天。如今想必你一个人过得也很好，也在期待着爱情，从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灰姑娘，在等待幸运的降临，能遇见所谓的白马王子。但是有爱情便会全心的对待，没有爱情也一个人活得潇洒自在。